他性格憨直，口无遮拦，曾犀利点评众位大佬功夫，直言李连杰功夫是花架子，成龙打戏出彩全靠衬托，洪金宝的打戏最真实。他曾被大佬洪金宝力捧，也是大哥成龙的御用反派，一生参演指导近100部影片。现在晚年凄凉，靠干杂活糊口。他是香港老牌实力派打星，也是功夫女皇杨紫琼的恩师。他幼年习武，尤其擅长跆拳道，曾在美国力压群雄，连续3年摘得格斗大赛冠军桂冠，也曾在台军效力，官至大校军衔，被封海陆空3军总教头。他的实战能力一流，曾经以1敌3不落下风，狂虐成龙、袁奎、洪金宝，甚至还一拳打断过成龙鼻梁，连杨丽菁也被踢到吐血晕死过去，被众人公认为只有拳王周比利可以抗衡。从荧屏上的超级大反派，到现在晚年凄凉无戏可拍，靠着干杂活糊口的他，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香港老牌武打演员狄威。狄威1952年2月1号出生于台湾省屏东县，原名涂基龙，中国香港著名武打演员，台海陆军武术总教头。狄威出身于普通的农户家庭，从小就是个武痴，痴迷于研究拳脚武术，后来更是学习各种兵器，特别擅长刀法。之后也陆续学到了国术、空手道、跆拳道，尤其擅长跆拳道。年纪轻轻就拥有一身本领，在当地小有名气，也为他后来做武打演员埋下了伏笔。长大后，为了圆了自己儿时的军人梦，他应征入伍，在台湾参军。在军中，因为他一身武力非凡，很快得到提拔重用。后来经过层层选拔，成为海陆两军国术跆拳道总教头，还当上了陆军上校，妥妥的高级军官，颇有点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的意味。可惜狄威志不在此，也不止于此，很快便退伍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狄威在从军期间，因为个人武功高强，参加了美国举办的西岸格斗大赛，并力压群雄，连续3年拿下比赛的冠军，大展神威。个人格斗能力可见一斑，也在武术界打响了自己的名气。退伍后，狄威开了间武馆，专心授艺。原本没想着进入演艺圈，后来被导演张彻看中，得到了张彻的赏识，正式加入了邵氏影业。想必张彻大家都知道吧，硬派武侠的宗师级导演，《独臂刀》就是他的代表作。就这样，狄威正式踏入了演艺圈，成为一名打星。60年代、70年代，张彻新武侠开启功夫片的时代，李小龙、成龙等人的出名，掀起了亚洲功夫片热潮。功夫片演员供不应求，许多学习武术的人因此成为了武行打星。狄威进入邵氏影业后，因为他不俗的武术功底，很快便站稳了脚跟，偏于资源自然也是接踵而来。但因为狄威的外貌不是很出众，所以大都是一些反派角色。虽不是主角，可这绿叶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曝光，演出了许多让人热血沸腾的影片。冷血13英里的红缨翟子强，射雕英雄传里的郭啸天等角色，让狄威渐渐摸准了自己的表演戏路，也熟悉了所谓的拍摄套路。他在反派的路上头也不回地走着。此后大多出演的也都是反派。在张彻门下，他反派经典之作应该是《五毒》里的最终 BOSS 五毒门掌门了。其中有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，狄威原本叫涂基龙，是在进入邵氏影业之后才改的名字。张彻觉得这名字拗口不响亮，影响事业发展，并给狄威取艺名屠龙。当时邵氏的头牌大哥狄龙正当红，觉得这个名字不好，针对自己。讲道理，当时香港演艺圈可是很迷信的，为此狄龙还专门找了张彻和狄威商议，最终决定改到狄威。狄威之后一直用狄威这个名字，两人也因此关系非常要好，一起合作出演了《广东石虎与后五虎》。很多人看两人名字相近，又都在邵氏效力，便以为两人是亲兄弟，其实并不是。花无百日红，再稀缺的行业也会有饱和的那一天。上世纪80年代，张彻的暴力美学开始失去市场热度，成龙、洪金宝纷纷组建自己的班底，迅速崛起。邵氏影业开始青黄不接，电影减产，再加上那几年电影行业格外不景气，为混口饭吃，狄威不顾恩师张彻的挽留，转头加入洪家班，奔向了无线电视的大怀抱。对此，大导演张彻也无可奈何。狄威离开邵氏后，凭借一身强悍武术，很快被洪金宝赏识，受到了重用，拍摄了《奇谋妙计五福星》《富贵列车》等等几十部电影，成为了洪家班的反派专业户。在电影中担任大反派、大 boss， 大量电影的重头打戏是由他参与完成的，当然也参与了不少的武打动作设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也是成龙的御用反派，其中有许多精彩的作品，还有几部精品到被称为狄威代表作的影片，比如和功夫皇帝李连杰合作的《龙在天涯》，两人是感情深厚的师兄弟，后来反目成仇，上演了一场让人直呼过瘾的生死大战。还有拍摄 A 计划时，他所饰演的海盗头子罗三炮，嚣张跋扈又凶狠异常，更是以1敌3和成龙、洪金宝、元彪对打，丝毫不落下风。其中有不少打斗戏都一一完美的诠释了出来，连成龙都赞不绝口。
这段也成了影片的经典片段之一。这部电影也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，直到今天也时不时的被人拿出来津津乐道。香港功夫动作片的黄金时代，因为技术发展的限制，没有今天的特效等技术，拍摄条件也相对恶劣。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，演员们都是真刀真枪的开打，多是拳拳到肉、实打实、硬桥硬马的真功夫。因此，对于每一位打星来说，受伤就是家常便饭了。在生与死之间徘徊，在成功与失败间辗转，可谓受尽辛酸。在拍摄《皇家世界3：雌雄大闹》时，狄威跟杨丽菁有个对手戏。狄威因为畏手畏脚不敢出全力，被导演训斥。最终在导演的强烈要求下，狄威拿出了正常的拍戏状态。结果就是垫了几层防护的杨丽菁被狄威一脚踢飞后，当场吐血晕死过去。之后也是休养了1个月才恢复过来。无独有偶，在成龙和狄威拍摄《福星高照》时，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打斗戏份，两人棋逢对手，打得非常投入。渐渐的，两人放开了手脚，果然一个不小心，意外发生了。狄威没有收住手，把成龙的鼻梁骨打断了。对此，狄威也是后悔莫及，羞愧万分。发生了这些事之后，狄威也成了凶名赫赫，大多打星都不太想和狄威演对手戏了。果然，只要是搏击冠军出身的，功夫都不是盖的。同样情况的还有拳王周比利，世界拳击冠军出身。在当时有个说法，只有周比利才能和狄威抗衡。当然，至于他们谁更强，小编也不知道。还有值得一提的是，狄威也是功夫女皇杨紫琼的武术老师。对，就是那位最近获得奥斯卡影后的那位。杨紫琼刚在香港发展时就拜了狄威为师，可以说杨紫琼的成功，狄威也有着巨大的帮助。杨紫琼也跟狄威合作过《猫头鹰与小飞象》《皇家世界》《超级计划》等电影。狄威的反派形象过于成功，观众对他的印象也就是反派恶人，他戏路因此遭到了限制。不过狄威本人倒是无所谓，在反派这条路上越走越远，在《奇缘》《东方秃鹰》等电影中继续饰演反派。随着功夫片的衰落，很多功夫演员也随之受冷落，狄威也不例外。90年代初，狄威曾经尝试过转型当功夫片导演，自导自演了《杀入地狱》等几部电影，但可惜最终都如泥牛入海，毫无波澜。到了90年代末，香港影坛全面衰退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大量的香港艺人转至内地发展。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，狄龙也开始在内地发展。2000年后，狄威其实偶尔还会参演一些港片，但作品非常少，处于半隐退状态。2003年，电影《光辉岁月》聚集了狄龙、熊欣欣、陈观泰、狄威等数十位老打星，一下子将人拉回了那个刀剑无眼、拳腿交锋的功夫片时代。也看到这些打星们都老了，让人感叹岁月无情。2016年，重燃功夫梦的狄威曾投资拍摄了一部新鬼打鬼的网大，想要在逐渐火热的网大市场中分一杯羹，又是自导自演，又是自己出资。可惜因为制作非常廉价，剧情老套，女主还是网红脸，自然也没什么大的反响。如今狄威已经70多岁高龄，再演动作片肯定不合适，也让我们见证到了香港老一辈黄金配角们的辛酸，不得不让人感叹岁月不饶人。昔日银幕上的大 boss， 再到如今凄凉的晚年，令人心酸。垂垂老矣的狄威也很难让人和昔日那个反派恶人联系在一起。如今已经很少有现象级的功夫片出现，甚至连好的动作片都屈指可数，让人无比怀念那个硬桥硬马、拳拳到肉的功夫片时代。但愿狄威也能安度晚年，毕竟是英雄迟暮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喜欢的人物或者明星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评论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